我被皇上打入冷宫，坤宁宫上下哭声震天，唯有我努力憋笑。冷宫好啊！皇后，你毒害贵妃，擅妒成性，朕今日便要褫夺你的凤印，打入冷宫。哼哼，哭吧，求饶吧，只要你肯服软，只要你说一句你错了，只要你流着泪说你爱朕，朕就勉为其难的原谅你，把你留在身边。念在你与朕，臣妾谢主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不对，剧本不是这么写的，他不是应该哭着求饶吗？不是应该说自己冤枉吗？不是应该说爱朕吗？谢主隆恩是什么鬼？皇上，冷宫包3餐吗？不包也没关系，臣妾能自带锅碗瓢盆吗？冷宫的作息不需要晨昏定醒吧？不用每天早起给太后请安吧？不用处理那些乱七八糟的公务吧？不用陪您吃饭睡觉吧？他怎么不说话？不管了，不说话我就当他是默认了。翠花，快回宫收拾铺盖卷，把咱们那套最好的被褥带上，还有我藏在床底下的那袋种子，还有我的小铁锅、小铲子、烧烤架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我上次从御膳房顺来的那罐孜然和辣椒粉，都带上，一个都不能落下。去晚了，跳不到朝南的好屋子了。朕是谁？朕在哪儿？刚才发生了什么？那个女人居然跑了，她居然高高兴兴地跑去冷宫了。皇上，皇后娘娘这算是认罪伏法了。她这是欲擒故纵，欲擒故纵！她以为这样就能引起朕的注意吗？她以为这样朕就会心软吗？太天真了！给朕盯着她，朕倒要看看她能装到什么时候。不出3天，她必定在冷宫哭着喊着求朕接她出来。快点，翠花，咱们得抓紧时间。我早就想住冷宫了，你不知道当皇后有多累，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给太后请安，处理公务，还要应付那些莺莺燕燕的挑衅，烦死了。现在好了，终于解脱了。冷宫多好啊，没人管，想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简直是人间天堂。可是冷宫不是很破很荒凉吗？听说以前住进去的妃子没几个能活着出来的。破了咱们可以自己修啊，荒洋正好，咱们可以开垦荒地，种菜养鸡，自给自足。我跟你说，我早就研究过了，冷宫在皇宫的西北角，阳光充足，土地肥沃，特别适合种地。我早就受够了皇宫里的勾心斗角和繁文缛节了，我本来就不是这个时代的人。3个月前，我还在21世纪的办公室里对着电脑加班改方案，结果因为连续加班3天3夜，一头栽倒在键盘上。再醒来就变成了大萧王朝的皇后。原主是个标准的恋爱脑，深爱着皇帝萧劲，为了他争风吃醋，做了不少蠢事，最后被贵妃柳如烟设计陷害，落了个毒害贵妃、擅妒成性的罪名。听到萧劲要废后的那一刻，我心里简直乐开了花。打入冷宫，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！不用每天早起请安了，不用应付那个自恋又傲娇的皇帝了，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？娘娘，这些首饰您不戴吗？戴那些干什么？这些东西又不能当饭吃，戴着也是累赘啊。不过这个戴上吧，万一以后需要用钱呢？娘娘肯定是受了太大的刺激，精神失常了，不然怎么会有人高高兴兴的去冷宫呢？好了，我要去冷宫了，你们愿意跟我去的就跟我走，不愿意的就各自散了吧。坤宁宫马上就要易主了，你们也该为自己打算打算。好，就咱们3个，足够了，人多了反而麻烦。走，咱们出发去冷宫。娘娘，这里好可怕啊！哇，太棒了！这地方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。你看，这么大的院子，这么多的空地，正好可以用来种菜养鸡。还有这些房子，虽然破了点，但修一修就能住人了。娘娘，这怎么住啊？怎么不能住？收拾收拾就好了。走，
咱们先去看看屋子，挑一间最好的。这间就很不错，就这间了。咱们先把这间房子收拾出来，今天晚上就能住了。好了，今天晚上咱们就住这里了。接下来咱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，首先要把院子里的杂草都除掉，开垦出几块菜地来，然后搭一个鸡窝，养几只鸡，还要修一修其他的房子，以后可以用来当仓库、厨房什么的。对了，还要做一个烧烤架，我早就想自己烤羊肉串吃了。这样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，也许冷宫的生活真的会像娘娘说的那样，很快乐呢。谁？桑榆姑娘，皇上念在您与他夫妻一场，特意让奴才给您送些吃的过来。哎呀，皇上还挺大方的嘛，快给我看看都有什么好吃的。就这些，也太寒酸了吧！御膳房就给我吃这个？哼，现在知道冷宫的苦了吧？等你饿肚子的时候，就该哭着求皇上。桑榆姑娘啊，冷宫的条件就是这样，您就将就着吃点吧。以后啊，每天都会有人给您送3餐的。3餐？真的包3餐啊？那太好了，省得我自己做饭了。麻烦公公回去跟皇上说一声，谢谢他的饭菜。不过能不能让御膳房下次多送点肉啊？我这个人无肉不欢。还有，能不能送点种子和农具过来？我想在院子里种点菜。好的，奴才会把您的话转告给皇上的。那就麻烦你了，慢走啊，不送了。桑榆现在肯定在冷宫里哭天抢地，后悔不已，吵着闹着要见朕。哼，女人就是要这样欲擒故纵一下，才知道珍惜。怎么样，桑榆在冷宫里怎么样了？是不是哭了？是不是后悔了？是不是求朕去接她了？回皇上，桑榆姑娘她挺好的，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。奴才去的时候，她正带着宫女太监打扫房间呢。打扫房间？你在开什么玩笑？她在冷宫里打扫房间？是的，她还挑了一间朝南的正房，说采光好。那她有没有说什么？有没有说想朕？有没有说后悔来冷宫？没有，她只说谢谢皇上的饭菜。她问奴才能不能让御膳房下次多送点肉，她无肉不食。还有能不能送点种子和农具过去，她想在院子里种点菜。种子、农具，她居然想在冷宫里种菜。她是真的打算在冷宫里过一辈子吗？她就一点都不想念朕吗？岂有此理！他太过分了！皇上息怒。不行，朕不能生气，这一定是桑莹的计谋，他就是故意这样做，故意激怒朕。对，他就是在欲擒故纵。好，他不是想要种子和农具吗？朕给他。你去内务府，把最劣质的种子和最破旧的农具给他送过去。以后每天只给他送2个馒头和1碗清水。朕倒要看看，没有山珍海味，他还能不能笑得出来？朕就不信，他能一直硬撑下去。是，奴才遵旨。桑榆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真的一点都不爱朕吗？桑榆姑娘，这是皇上让奴才给您送来的种子和农具，还有您的早餐。皇上还真答应我了，虽然这些种子看起来是差了点，农具也破了点，但总比没有强啊。谢谢公公，麻烦你跑一趟了。皇上，您的计谋好像又失败了。大家现在就开始干活吧。我从小在乡下长大，种地这种事情对我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。翠花，你把这些杂草都抱到那边去，晒干了以后可以当柴烧。小李子，你把这块地再翻一遍，翻深一点，这样菜才能长得好。弄完后再去打点水来，咱们把地浇湿了再播种。以前在坤宁宫的时候，每天都小心翼翼，提心吊胆，生怕做错一点事情就会被责罚。现在在这儿，虽然条件艰苦，但却自由自在，这种感觉真的太好了。好了，现在把种子种进去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再过几天这些种子就会发芽了，等它们长大了，咱们就有新鲜的蔬菜吃了。娘娘，真的能长出菜来吗？当然能了，你就等着瞧吧。桑榆姑娘，您的午饭。劳烦公公回去跟皇上说一声，
能不能别只给我送馒头啊？我想吃肉。桑榆姑娘，这是皇上的旨意，奴才也没办法，您就将就着吃点吧。好吧，那能不能给我送点盐和油啊？总不能让我天天吃干馒头吧？这个，奴才可以帮您问问皇上。皇上，桑榆姑娘问能不能给她一些油和盐，她还说她想吃肉。哼，终于知道苦了吧？朕就知道她撑不了多久的。盐和油可以给她，不过只能给一点点。朕要让她知道，离开朕，她什么都不是。翠花，你看，种子发芽了，再过一段时间，咱们就能吃上自己种的蔬菜了。娘娘，您太厉害了，这些种子这么差，居然也能发芽。那是当然了，我可是种地小能手。翠花，小李子，快来尝尝好不好吃。桑榆今天哭了吗？后悔了吗？求朕了吗？回皇上，没有。桑榆姑娘今天在院子里种的菜发芽了，她很高兴。午饭的时候，她把馒头烤成了馒头片，又挖了一些野菜，煮了野菜汤，还用破木头做了一个鸡窝，说想养几只鸡。她竟然真的不想回来，难道冷宫真的比皇宫还好吗？不行，朕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小福子，奴才在。你去给朕盯着桑榆，一刻也不能放松。他每天吃什么、做什么、说什么，都要一字不差的汇报给朕。朕倒要看看他到底能在冷宫里快活多久。奴才遵命。我托小福子买的10几只小鸡仔特别活泼，每天看着它们叽叽喳喳跑来跑去，心情格外好。翠花，你看这些小鸡仔长得多快啊！再过几个月，咱们就能吃上鸡蛋和鸡肉了。是啊，娘娘，到时候咱们就可以炖鸡汤喝了。没错，到时候我给你们做小鸡炖蘑菇，保证你们吃得满嘴流油。除了种地养鸡，我还利用冷宫的破木头做了很多东西。我做了一个烧烤架，虽然看起来有点简陋，但用起来却很方便。做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，放在院子里，平时可以在院子里吃饭乘凉。我还用几块破木板和一些麻绳做了一个秋千。翠花和小李子从来都没有玩过秋千，第一次坐上去的时候都兴奋地尖叫起来。皇上，桑榆姑娘今天又开垦了一块菜地，种上了黄瓜和西红柿，养的小鸡仔又长大了不少。桑榆姑娘还用破木头做了一个秋千，和宫女太监们玩得很开心。秋千，她居然还有心情做秋千，她真的一点都不想念朕吗？不能生气，这一定是桑榆的苦肉计。她就是故意表现得这么开心，故意让朕生气，想让朕主动去看她。哼，对，一定是这样。朕才不会上当呢。朕是九五之尊，怎么可能主动去冷宫看一个废后？继续盯着她，朕就不信她能一直这么开心下去。是，奴才遵旨。启禀皇上，贵妃娘娘求见。她来干什么？让她进来。臣妾参见皇上。免礼。你找朕有什么事？皇上，臣妾心里不舒服。哦，怎么了？还不是因为那个桑榆，他被打入冷宫，本来应该在冷宫里受苦受难，可是现在倒好，他在冷宫里过得比谁都快活。臣妾听说他在冷宫里种地养鸡，还做了秋千，每天都开开心心的，这也太不公平了。他毒害臣妾，皇上就应该重重的惩罚他，怎么能让他在冷宫里享福呢？连柳如烟都知道桑榆在冷宫里过得很快活，看来这件事情已经传遍整个皇宫了，这让朕的脸往哪儿搁呀？皇上，臣妾请求您把桑榆关到更破的地方去，不给他饭吃，不给他水喝，让他知道得罪臣妾的下场。够了，这件事情朕自有分寸，不用你管。皇上，您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他可是毒害过臣妾啊！好了，别说了，你回去吧，朕还有很多政务要处理。是。桑榆，你这个贱人，你都被打入冷宫了，居然还能让皇上这么护着你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我倒要看看你在冷宫里到底能快活到什么时候。知画，快来给我梳洗打扮。我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去冷宫狠狠地羞辱桑榆一顿。这个桑榆居然真的这么开心！呀，
哟，这不是柳贵妃吗？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桑榆，你现在都已经是废后了，居然还敢这么嚣张？嚣张？我有吗？我只是在自己的院子里晒晒太阳，嗑嗑瓜子而已，这也叫嚣张？哼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不就是想故意表现得这么开心，好让皇上心疼你，接你回去吗？我告诉你，别做梦了，皇上现在最宠爱的人是我，他早就把你忘得一干二净了。哦，是吗？那真是太好了，我巴不得他永远都不要想起我呢。你别嘴硬了，你现在住在这么破的地方，吃的是粗茶淡饭，穿的是粗布衣服，而我呢，住在华丽的宫殿里，吃的是山珍海味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皇上每天都陪着我，对我百般宠爱，你难道就一点都不羡慕吗？一点都不后悔吗？我为什么要羡慕你？你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，打扮梳洗，等着皇上召见。皇上不来，你就只能独守空房，以泪洗面，还要时时刻刻提防着其他的妃子，生怕他们抢走了皇上的宠爱，每天都活在勾心斗角之中，累不累啊？你看我多好啊，想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用看别人的脸色，不用勾心斗角，无拘无束。我要是你，我早就羡慕死我自己了。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。不对，桑榆是在骗我，他是故意这么说，好让我也是放弃争宠，我才不会上当呢。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，我才不羡慕你呢，我现在过得很好，非常好。什么味道这么香？哦，你说这个啊，我正在烤羊肉串呢，要不要尝尝？好吃，太好吃了，外焦里嫩，孜然味十足，简直是人间美味啊！谁要吃你的东西？这种下等人吃的东西，我才不稀罕呢！尝尝吧，真的很好吃，不要钱。吃还是不吃？吃了的话就太没面子了，不吃的话又实在是太香了，忍不住啊！太好吃了，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，我从来都不知道羊肉居然可以这么好吃。还有吗？有，我还有很多，你随便吃。你们也别站着了，一起吃吧。既然桑英姑娘都这么说了，你们就一起吃吧。谢贵妃娘娘，谢桑英姑娘。真的太好吃了，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那是当然了，这可是我的独家秘方。对了，我最近发明了一个新游戏，特别好玩，要不要一起玩玩？什么游戏？跟我来你就知道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叫麻将，是一种非常好玩的游戏，4个人一起玩，特别有意思。我教你怎么玩。这个游戏太好玩了，比宫里那些无聊的游戏好玩多了。那当然了，以后你要是无聊了，就来冷宫找我玩麻将，我随时奉陪。好啊好啊，我以后一定经常来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明天我再来找你玩麻将，还要吃羊肉串。没问题，明天我多烤点羊肉串，等着你。一言为定。娘娘，您太厉害了，居然把柳贵妃都给收服了。这有什么？只要有美食和麻将，就没有我收服不了的人。以后啊，咱们的冷宫农家乐会越来越热闹的。明天一早，我就要去找桑姨玩麻将。桑姨，我来啦！快进来坐，我正准备烤羊肉串呢。好香啊！今天咱们玩多久？玩到天黑。好。桑榆，这个叫什么西红柿炒鸡蛋的简直绝了，酸甜开胃，还有这凉拌黄瓜，又脆又爽口，比御膳房那些腻死人的山珍海味好吃100倍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，这不过是些最简单的家常菜罢了。什么家常菜？这简直是人间美味。
吃饱了，咱们继续马牌。娘娘，这都连着好几天了，咱们天天一早就往冷宫跑，若是让别的宫里看见了，怕是会落下口实。看见就看见，本宫来找桑席切磋排宫，谁敢嚼舌根？2条。砰！贵妃娘娘，你现在的牌瘾可比我还大呀！贵妃娘娘，皇上身边的公公传话来说，皇上政务烦闷，召您马上回宫伴驾。不去，就去回话，说本宫头风犯了，吹不了风，起不来床。娘娘，您昨儿推脱说胃疼，前儿推脱说扭了脚，今天再推，皇上该生疑了。哎呀，别吵！那就说本宫旧疾复发，需要静养，谁别来烦我！子墨，清一色，糊了！快给钱，快给钱！奇怪，柳如烟最近像变了个人似的。以前她每天都要缠着我，可是现在我主动找她，她都找各种理由推掉。小福子，柳贵妃最近在忙什么？怎么很少看到她了？回皇上，柳贵妃娘娘，她最近每天都去冷宫。去冷宫？她去冷宫干什么？娘娘去找桑姨姑娘玩。她去找桑姨玩？他们两个不是死对头吗？以前是，但现在不是了。柳贵妃娘娘现在和桑姨姑娘关系很好，他们每天一起吃羊肉串，一起玩一种叫麻将的游戏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柳如烟不是最恨桑音吗？怎么现在反而和桑音成了好朋友？本来以为把她打入冷宫，她就会来哭着求朕，结果没想到她不仅自己过得很开心，还把朕的宠妃都给拐跑了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！不行，朕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小福子，你去告诉柳贵妃，让她以后不准再去冷宫了。是，奴才遵旨。娘娘，皇上说不准您再去冷宫了。凭什么？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皇上凭什么管我？娘娘，这是皇上的旨意，您还是听皇上的话吧。我不听！冷宫那么好玩，还有那么多好吃的，我为什么不能去？我就要去，看皇上能把我怎么样！反了！他居然敢违抗朕的旨意！小福子，你去把柳贵妃给朕叫来，朕要好好教训教训她。是，奴才遵旨。臣妾参见皇上。柳如烟，朕不是告诉过你，不准再去冷宫了吗？你为什么不听？皇上，冷宫那么好玩，还有那么多好吃的，臣妾为什么不能去？好玩好吃的，冷宫是什么地方？那是惩罚犯错的妃子的地方，怎么可能好玩？怎么可能有好吃的？是真的，桑榆在冷宫里种了很多蔬菜，养了很多鸡，羊肉串可好吃了。还有他发明的那个叫麻将的游戏也特别好玩。皇上，你要是不信，可以自己去看看啊。难道冷宫真的像他说的那么好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冷宫那么荒凉破败的地方，怎么可能好玩？怎么可能有好吃的？一定是桑英给柳如烟灌了什么迷魂汤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够了，朕不想听你再说这些胡话。朕最后警告你一次，不准再去冷宫了，否则朕就对你不客气了。是，臣妾知道了。下去吧。不能去冷宫了，那以后该怎么办啊？没有羊肉串吃，没有麻将玩，日子该多无聊啊！娘娘，您别难过了，皇上也是为了您好。为了我好，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想要什么。我不想每天都待在宫里勾心斗角、争风吃醋，我只想去冷宫吃桑榆烤的羊肉串，和他一起玩麻将，那样的日子才是真正快乐的日子啊！有了，我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皇上不是不准我去冷宫吗？那我就犯错，让皇上把我也打入冷宫。娘娘，您别冲动啊，冷宫可不是什么好地方，你要是被打入冷宫，就再也出不来了。我才不怕呢，只要能去冷宫，我什么都愿意。而且，冷宫一点都不可怕，那里比宫里好多了。故意穿一身素衣去给太后请安的话，肯定可以被打入冷宫。臣妾给太后请安，太后万福金安。柳贵妃，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？
成何体统？回太后，臣妾知错了，臣妾觉得自己罪孽深重，不配穿华丽的衣服。你有什么罪孽？臣妾嫉妒桑林姑娘在冷宫里过得那么快乐，所以心里很不舒服。臣妾觉得自己心胸狭隘，善妒成性，不配做皇上的妃子。臣妾请求太后惩罚臣妾，把臣妾也打入冷宫，让臣妾好好反省反省。打入冷宫，这柳如烟是不是脑子坏了？唉，好了，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以后别再胡说了，回去吧。太后，臣妾是认真的，臣妾真的知道错了，您就惩罚臣妾吧。够了，我说了，让你回去，你要是再胡言乱语，我就真的惩罚你了。是，臣妾告退。启动第2个计划。哎呀，娘娘，您怎么把太后最喜欢的兰花给打碎了？太后知道了一定会生气的。我就是故意的，这下太后肯定会惩罚我，把我打入冷宫了。去把柳如烟给我叫来。柳如烟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打碎我的兰花！太后息怒，臣妾知错了，臣妾不是故意的。不是故意的，我看你就是故意的。你是不是觉得我老了，好欺负了？臣妾不敢，臣妾真的知道错了，请太后惩罚臣妾，把臣妾打入冷宫吧。哼，你想被打入冷宫，我偏不让你如愿。来人，把柳如烟带回她的皇殿，禁足3个月。太后，不要啊！臣妾宁愿被打入冷宫，也不要被禁足。太后，我错了，你把我打入冷宫吧，我不要禁足啊！好无聊啊！好想打麻将啊！回禀皇上，贵妃娘娘在太后娘娘殿前屡次失仪，请求太后娘娘将她打入冷宫。太后震怒，已将其禁足。主动要求打入冷宫，这个柳如烟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都是被桑榆那个女人给带坏的。桑榆不仅自己在冷宫里过得快活，还把朕的宠妃都给教坏了。现在柳如烟居然主动要求打入冷宫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？不行，朕必须想个办法阻止这种事情继续发生。可是，朕能有什么办法呢？总不能把桑榆从冷宫里放出来吧？那样岂不是太没面子了？这个柳如烟也太可爱了吧！居然为了来冷宫，故意打碎太后的兰花。是啊，娘娘，柳贵妃娘娘现在可是您的忠实粉丝了。可惜啊，她被禁足了，以后不能来玩麻将了。咱们3缺1可怎么办啊？淑妃娘娘，您怎么来了？桑榆姑娘，我是来找你的。找我？有什么事吗？我听说你这里有很多好吃的，还有一种叫麻将的游戏，特别好玩。我也想尝尝，也想玩玩。当然可以，欢迎欢迎，快进来坐。正好柳贵妃被禁足了，咱们3缺1，你来了就正好凑齐一桌了。太好了，谢谢你，桑榆姑娘。哇，这个麻将太好玩了，比宫里那些无聊的游戏好玩多了。还有你做的这个凉拌黄瓜也太好吃了，好吃就多吃点。以后你要是无聊了，就随时来冷宫找我玩。听说柳贵妃为了去冷宫，屡次在太后面前犯错，就是为了让太后把她打入冷宫。而且连一向不食人间烟火的淑妃，近日都日日去冷宫呢。可不是嘛，我现在特别好奇冷宫到底有什么，要不咱们也去冷宫看看？本宫心情不好，想去冷宫散散心。本宫身体不舒服，想去冷宫静养一段时间。小福子，去叫个妃子来陪朕用晚餐。回皇上，娘娘们他们都不在宫里。不在？他们都去哪儿去了？皇上息怒，所有的妃子全都去冷宫了。去冷宫？所有的妃子全都去了？荒唐！一整个后宫居然全空了！哈哈，朕这个皇帝当的也太失败了吧！后宫3000佳丽，朕居然连自己的妃子都留不住，简直是奇耻大辱！岂有此理！他们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！朕现在就要去冷宫，
把他们都抓回来！我糊了，清一色！哇，淑妃娘娘手气也太好了！打2条，你打2条就糊了！哎呀，你怎么打3条啊？真是笨死了！桑榆，你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？你把朕的后宫都变成什么样子了？他们不好好在自己的宫殿里待着，每天都跑到你这里来打麻将，吃吃喝喝，成何体统？皇上，这怎么能怪我呢？是他们自己要来的，又不是我请他们来的。而且他们在宫里每天都无聊得很，来我这里打打麻将，放松放松心情，有什么不好的？放松心情？他们是朕的妃子，他们的职责就是伺候朕，不是每天在这里打麻将。伺候你有什么意思？又累又无聊，还不如打麻将好玩呢。你简直是无法无天！这是什么味道？这么香！皇上，要不要尝尝我亲手做的叫花鸡？可好吃了。吃还是不吃？吃了的话就太没面子了，不吃的话又实在是太香了，忍不住啊。尝尝吧，不要钱。朕从来都不知道鸡肉居然可以这么好吃。好吃吧？还有很多呢，你随便吃。好，味道还不错，勉强能入口。勉强能入口？那你还吃了半只，口是心非的家伙。好了，你们都回去吧，今天的事情朕就不追究了，但是下不为例，以后不准再随便来冷宫了。是，臣妾告退。你这里还有什么吃的吗？怎么，皇上还没吃饱？刚才那只叫花鸡太小了，没吃饱。有，还有羊肉串，我再给你烤几串。太好了！朕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汤。给，烤好了。谢谢你。不用谢。不过皇上，你吃了我的叫花鸡和羊肉串，是不是应该付点钱啊？你跟朕要钱？当然了，这些鸡和羊都是我辛辛苦苦养的，这些调料也是我花钱买的。我给你做吃的，你当然要付钱了。亲兄弟还明算账呢，何况咱们现在已经不是夫妻了。朕今天没带钱，下次给你行不行？不行，概不赊账。那你想怎么样？这样吧，你没钱的话，可以用劳动来抵债。劳动抵债？对，你看我这里很多活，劈柴、挑水、浇地，你帮我干这些就可以抵饭钱了。你敢让朕帮你干活？怎么，不愿意啊？不愿意的话，就把吃了我的东西吐出来。好吧，朕帮你干活。你会不会劈柴啊？连个木头都劈不开，真是笨死了！谁说朕不会劈柴？朕只是好久没劈了，手生而已。哼，怎么样？真厉害吧？不错不错，终于劈开了，继续努力，还有很多呢。不错嘛，干得还挺快的。好了，你的饭钱抵清了。干活也没那么可怕，而且和他在一起干活，好像还挺有意思的。天不早了，皇上，你应该回去了。好吧，那朕回去了。明天朕还会再来的。你还来干什么？朕来给你干活抵债。朕今天吃了你那么多东西，劈那点柴根本不够抵债的。好吧，那你明天来吧。不过明天要早点来，我这里有很多活等着你干呢。好，
一言为定。朕以后每天都要来帮他干活，这样既能见他，又能锻炼，还能吃美食，一举三得。朕决定一定要把桑音重新追回来，不过不能太着急，要慢慢来。今天怎么这么丰盛啊？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我种的第一批蔬菜成熟了，养的小鸡也开始下蛋了，所以庆祝一下。太好了，那我今天有口福了。那当然，不过你今天要多干点活。这些菜和鸡蛋都是我辛辛苦苦种出来养出来的。没问题，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小姐，去把那桶水挑过来，把菜地浇一下，再去把鸡喂了，顺便劈点柴来。对了，我一直想问你，你为什么总是穿着侍卫的衣服来我这里啊？朕不想让别人知道朕来冷宫帮你干活，不然会被别人笑话的。你还怕别人笑话呀？我还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呢。朕当然怕了，朕可是95之尊，要是被别人知道朕帮一个废后劈柴挑水，岂不是颜面尽失？好好好，我知道了，那以后我就叫你小萧吧，这样别人就不知道你是皇上了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，又该回去了。是啊，明天你还来吗？当然来，明天我早点来，帮你把剩下的蔬菜都摘了。怎么了？你今天好像不太开心啊。没什么，就是朝廷里出了点事。什么事啊？北方的匈奴又来侵犯边境了，边关传来急报，说匈奴的军队已经攻占了我们好几座城池。大臣们都在争论，是该助战还是该主和。朕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那你呢？你想助战还是主和？朕想助战，朕不想向匈奴低头。但是主和的大臣们说，我们现在的国力还不够强大，如果和匈奴开战，会劳民伤财，得不偿失。而且我们的军队已经很久没有打过仗了，战斗力也不如以前了。我觉得还是应该助战。为什么？因为匈奴是很狡猾的，如果你这次向他们求和，他们只会得寸进尺，下次还会来侵犯我们的边境。只有把他们打怕了、打服了，他们才不敢再来欺负我们。可以先建立稳固的边防体系，尽可能的保护百姓安全。再者，可以与所有被匈奴压迫和奴役的民族联手，建立坚定的盟友关系，夹击匈奴。还有，可以招募常年守护边境的百姓，让他们组织成一支军队，选拔优秀的将领，他们在对抗匈奴上有足够的经验，只要上下一心，就一定能打败匈奴的。你说的对，朕决定了，助战。朕要亲自带兵出征，击退匈奴。你要亲自带兵出征？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没关系，朕从小就练习武功，而且也读过很多兵书，带兵打仗，朕还是有把握的。而且只有朕亲自出征，才能鼓舞士气，让士兵们更加勇敢的作战。可是，万一你出了什么事怎么办？放心，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等我击退匈奴回来，我就接你回皇宫，让你重新成为我的皇后，和我一起治理这个国家。好，我等你回来。我走了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，一定要平安回来。我会的，等我回来。娘娘，皇上的大军到宫门口了，已经下马进宫了。真的？你回来了。我回来了，我好想你。我也想你。哇，这么多好吃的，都是给我准备的吗？当然啦，都是你喜欢吃的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桑榆，我要重新立你为皇后，我要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好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特复桑榆皇后之位，重掌凤印，钦此。娘娘接旨吧。主持后宫事宜，好累啊。坤宁宫太大了，打扫起来费劲，还是冷宫住着舒服。凤印就先放着吧，后宫那些请安公务的规矩能免就免了。反正姐妹们现在都爱往我这儿跑，
也没什么勾心斗角的事要管。皇上，娘娘说她不想搬回来，还说要免了请安的那些规矩。随她高兴就好，封印她拿着，想管就管，不想管就扔着。后宫的事，她说了算。柳贵妃打9条，你留着干嘛？等着给淑妃点炮啊！哎呀，糊了！清一色一条龙，给钱给钱！先歇会儿，吃点东西。等我打完这局，你先去帮我把菜浇了。东边那片西红柿该浇水了。好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打牌赢了满满1兜的银子。哎，你怎么看起来闷闷不乐的？南方遭遇洪灾，粮食欠收，灾民流离失所。大臣们为了这事儿争论不休，有的主张开仓放粮，有的主张加征赋税，吵了好几天也没个结果。朕愁得连饭都吃不下了。光靠朝廷放粮也不是长久之计啊，不如让灾区的百姓参与灾后重建，比如修河堤、建房屋，朝廷管饭还发工钱，这样既解决了灾民的吃饭问题，又把活干了。还有，可以鼓励商人去灾区做生意，减免他们的赋税，让粮食和物资尽快流通起来。妙极，这一招以工代治，朕明日就去颁布政令。小鱼，委屈你了，一直住在这么简陋的地方。这里哪里简陋了？有吃有喝，有玩有乐，还有你陪着我，这就是最好的地方了。你看，这样多好啊！你好好当你的皇帝，治理好国家，我呢就守着我的小菜园，带着大家吃喝玩乐，偶尔帮你出谋划策，解决烦恼。咱们各司其职，互不打扰，又互相依靠。好，都听你的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是95之尊，拥有整个天下，但对我来说最珍贵的，莫过于身边这个人和这人间烟火里的岁岁年年。